命法官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先是戚长荣被杀，他在旧城区的势力也等于被铲除了。只是旧城区的拆迁因为小周的出现导致了延迟，而真正的地契就在黄议员的办公室。秦玉想办法接近黄议员的时候，恰好来了一群残障人士要跟黄议员合照，而黄议员也必须要在公众面前摆好姿态，所以就跟助手下去拍照了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秦玉顺利的拿到了真正的地契，有了地契，旧城区的暴力拆迁也就得到了终止。不过黄议员却是十分愤怒，于是就把这一切全都怪罪到了秦玉的头上。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法院院长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一定会影响终审法院对这个案子的态度。黄议员也没想到秦玉竟然能正面跟他硬刚，他更没想到的是，因为他的失败导致他的上级认为他已经没用了，于是黄议员就理所应当的心脏病突发死了。另一边的唐轩找到了韩刚曾经的手下小陆，而小陆就是当时送韩奎龙和林乾出海的人，只是因为当时他们被林乾派出去买东西吃，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房子就着火了，他们怕担责任就跑了，却没想到还是被韩烈给找到了。那么他们俩的下场就是给韩奎龙陪葬，只是小陆在中枪前跳到了海里，这才逃过了一劫。而此时的小陆就希望转做污点证人。你想钓大鱼是吧？韩烈对吧？是我亲眼看着他杀马山宝的。只是想抓韩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而唐轩也找到了秦玉枪杀韩刚时的一位目击者，并且希望他能指认秦玉。当时女护士刚好路过，也刚好遇到了杀完韩刚出来的秦玉，可女护士在看完秦玉后却说不是他，而秦玉也知道他现在的处境，他们必须要离开好港才能安全。不过唐轩却死死地咬着他不放。唐轩也从妹妹那里得知了女护士为什么要包庇秦玉，原因则是韩刚在医院强奸了他，所以女护士在得知韩刚被秦玉杀死后才会选择包庇。更令唐轩没想到的是，小陆的证词中也说出了韩刚强奸了秦玉的妻子，就是为了报复秦玉，把韩奎龙抓进了监狱。这一切的事情都串联了起来。那么如此来说，秦玉杀韩刚的动机就有了。另一边，韩烈已经绑架了秦一围，秦玉接到通知后也只能赶了过去，而韩烈要玩的就是俄罗斯轮盘赌。在他的眼里，秦玉和秦一围只有一个人能活。当枪口指向秦一围的时候，却没想到秦玉直接拿起手枪顶到了自己的脑袋上。为了救儿子，他只能如此。万幸的是，第一枪空了。上次罗翔那枪打不死你，知道你命够硬。这样吧，换一下游戏规则，3颗。等子弹装完，秦玉就直接把枪要了过去，紧接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对方开了枪。秦玉以一己之力杀了韩烈的手下，也就在枪里没有子弹的时候，他拿出了杀掉韩刚的手枪，接着就和韩烈对打了起来。现场除了秦一围要么中枪死了，要么还留下最后一口气，而韩烈就拿出了炸弹的开关，并且启动了它。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店内的员工都被安置在一个房间内，秦玉只能呼喊秦一围放人，直到秦一围背出一个老太太后，房间内已经没有人了。眼瞅着时间不多了，房间却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呼救声。中枪的秦玉只能颤颤巍巍地走了进去，并且在炸弹的最后1秒钟护住了小女孩。自此本剧完结。